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的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我们这集的内容呢是来聚焦在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6集。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交代了有关于董卓因为知道大事不妙了，所以他就西迁长安嘛。那在西迁长安之前呢，他就放火烧了洛阳城。首先进入到洛阳的人呢是孙坚，他们一行人进入到长乐宫之后呢，就看到了传国玉玺。当然呢，他们就对这个传国玉玺有很多的描述了。那我对孙坚拿到传国玉玺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个人的解读是他终于有了一个所谓的正统性。那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读是不是正确的啦？某方面来讲是正确的。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虽然一方面要推翻前面一个朝代，但是如果说你看我就是凭着暴力推翻一切，给人这种很阿爸的感觉嘛。所以有的时候为了要能够营造声势，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其实是我有一些道德，我有一些品性，所以我才足以取代前面一个朝代。而且我在取代前面一个朝代的时候呢，我也不是全盘的否认，有一些东西我还是继承下来的，这样子显得让人民会觉得说，冲突感比较小，好像不是你就是凭着力量而已，有力量没公义的那种感觉。这个传国玉玺目前最早历史可以追究到秦朝的时代。根据褚遂良，这是一个唐朝时代的大臣，他要写一个书籍叫做《玉玺记》，很明显就在记载传国玉玺这个东西。里面有一段话是说：始皇既并天下，取赵壁琢而为之，方4寸，扭5盘楼面，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丞相李斯之小传也。意思就是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他就把赵国的玉璧雕琢成了一个玉玺，玉玺上面还有8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当然啦，不同的地方有说这8个字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我记得电视剧里面他真的就讲这8个字啊，毕竟这个是最有名的版本。OK， 而且还会告诉你说，上面是用李斯的小传来描写的，因为小传它是秦朝时期的官方文字啊。那李斯正好就是小传的奠基者之一，就显示说你看这上面的字本身就很有来历，尊爵不凡哦。然后呢，另外一个史料《文献通考》就说，高祖入咸阳，秦王子婴以玺降，其玺乃始皇蓝田玉玺。意思就是说，当时汉高祖攻入到了咸阳，也就是秦朝首都的时候呢，最后一代君主子婴就带着这个玉玺投降了，所以就是汉家继承了秦朝的玉玺，继续拿来使用，所以才叫传国玉玺嘛，对不对？那这个传国玉玺呢，后来基本上只要是有新的政权起来，都会想要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玉玺嘛，象征那个权力，因为你要发布任何命令的时候都要盖章认定嘛，对不对？所以谁握有玉玺，就代表谁获得了国家权力。这也是因此为什么我会说你讲说孙坚获得玉玺是不是获得所谓的正当权利呢？某部分来讲是的，但因为毕竟不是皇帝传给他的嘛，他找到的嘛，没错，所以这个好像有待商榷啦。因为像我们后来讲到西汉的末年的时候，后来有一个外戚王莽，他开始逐渐就崛起了嘛。最后王莽决定说那我就直接推翻汉朝我要成立新的朝代顺带一提，他们朝代名字也很奇怪，就叫新是新朝对。那王莽为了赢得正统性，就找他的亲戚去向汉朝讨要说，那这个传国玉玺就应该给我了对，注意我刚刚有一个名词叫做外戚王莽。什么叫外戚？外戚的意思就是说，皇帝本身他不是有爸爸跟妈妈吗？那爸爸当然是跟自己同一个姓嘛，爸爸姓刘我也姓刘嘛，对不对？可是注意女方的亲戚不是跟你同一个姓的那其实汉朝有一代皇帝，他们娶的一个后宫妃子姓王。汉朝其实后来很容易发生这个状况，就是皇帝死了，下一代皇帝接班。那下一代皇帝有一段时间呢，因为他可能经验不太熟悉的关系，那怎么办？答案就是妈妈会出来管一下事情。那妈妈管事情的时候，就要重用一些人马，重用谁呢？他的亲戚。对他的亲戚嘛，对。所以这个王姓妃子呢，后来逐渐崛起成为太后，就是皇帝的妈妈。妈妈开始帮你管事情也大量启用王室的族人。王莽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很有趣王莽这时候讨要的对象其实就是这个太后了，就说
咱们也都是亲戚嘛，现在我要取代汉朝了，你也支持我吗？对不对？传国玉玺给我吧。结果这个王太后就开始崩溃了哈，就表示说，我当初任命你是想扶植汉朝的，结果你反而把汉朝给灭亡了，你这个乱臣贼子，谁要把这东西交给你？于是就把这个玉玺扔到地上去，把那个亲信给吓了半死，说万一砸碎了怎么办？捡起来一看，发现好在大致上没碎，但是有一小角被敲落了，所以后来就用黄金去弥补那个小角落。对，这是另外一个传国玉玺的故事。但是从这边也看得出来，真的就是谁想当皇帝，你就要先获得这个玉玺，显得你很有正统地位，更显得说是，你看是前面那个朝代愿意过渡给我的哦，不是我强迫他哦，是他连他都认可我这个新朝代才会出现。这也是刚刚XXY讲的一点，就是你说孙坚是不是获得了正统性？没有嘛，也不是皇帝给你嘛，是啊，是你自己捞起来的嘛，对不对？就好像今天走在路上，你突然说我捡到100万啊，那你100万真的是你的吗？我捡到了嘛，对，你捡到了嘛，对不对？明白人就明白人，应该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哈。是，不过附加一提，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情节，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在电视剧里面是那个时候还很小的孙权讲述了这样的一段故事，而且就把你刚刚说的那个砸玉玺啦、补缺角啦那些的情节给交代了一遍了。我觉得这个电视剧还蛮聪明的，应该这么说吧。我看还有蛮多的，就是三国方面的题材，很喜欢让孙权在超级小的时候就登场。毕竟我们后来在谈什么魏蜀吴嘛，对不对？是真正的领导人不是孙坚啊，是孙权嘛，对吧？也不是孙策嘛。对，所以这个如果不赶快让孙权登场的话，像在《三国演义》的小说，孙权甚至要等到中段的赤壁之战，他才慢慢开始登场，所以他存在感超低的。所以为了要刷存在感，很多戏剧都会让孙权提早登场。比方说，我小的时候有看过一个卡通，叫做 BB 战士，钢弹的那种二头身的可爱造型嘛，也有所谓的 BB 战士三国志啊，里面当中大家都是钢弹，刘备是钢弹，关羽是钢弹，孙坚也是钢弹，然后孙坚去征讨虎牢关的时候，旁边就有孙权钢弹。好，当时我会觉得说，孙权怎么那么快就登场了？而且因为他们大家都是钢弹的关系，所以搞的就是孙权其实跟孙坚长得差不多高，然后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笑。但是我们必须特别讲啊，孙权当时真的就是年纪很小。是，那继续说回来哈，其实孙坚他真的有像小说或是戏剧当中有捡到传国玉玺这件事情吗？还是再度强调，如果你要看最严谨的史料的话，你就去看《三国志》，因为陈寿这个人就是非常的谨慎，只要有一点点疑虑，我一律都不记录。《三国志》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发生。玉玺他有提到吗？没有，也没有。对，《三国志》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不要讲《三国志》，连另外一个史书叫做《后汉书》，东汉也叫后汉。那既然叫后汉书，东汉末年的事情也会提到嘛？后汉书也没有完全提到玉玺到底是被谁拿走的这件事情。哇，那《三国演义》为什么要加这一段呢？因为其实在其他的史料当中是有记载这个玉玺的下落的，在吴书，一听吴就知道嘛，这是东吴方面所记载的史料嘛，就是孙家那边的人讲的。对，他有段记载是坚入洛，扫除汉宗庙，此以太牢。监军城南贞观井上，但有五色器，举军经过。意思就是说，怎么有一个井上面，哇呀，那个空气都有5种颜色那这个瓦斯泄漏吧，还是怎么样？这也太夸张了啦！对啊，所以全军都觉得说，这发生什么事情了？有异象这样子。对，好。兼令人入井，就是你给我下去井水那边去打探一下。又是个惯老板的，他以前就是嘛，他现在再来一次嘛，对不对？哈 ，OK。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然后接下来又交代，那为什么传国玺它会掉在这个井里面呢？是说黄门、张让等作乱，就是当初一些太监有发生一些祸乱的事情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在那场动乱当中，负责保卫玉玺的人眼看说状况这么危急怎么办？我宁愿死也不可以让心怀歹意的人轻易的把它拿走。于是人就投井自尽，这个玉玺才会掉在这个贞观井中。山阳公记有记载，袁术将遣号，闻坚得传国玺，乃居监夫人而夺之。什么意思？就是袁术后来他其实很想要自己当皇帝，那他就需要玉玺嘛。那玉玺在哪边？他听说玉玺在你孙坚手中，所以就把孙坚
间的老婆给绑了，就是说你如果要回你老婆的话，玉玺拿过来。也就是说，我们从史料旁敲侧击就可以知道说，当时的传国玉玺是在孙坚手上啊。是，不然的话他干嘛绑人家夫人？而且从夺之就可以知道他是真的有拿过来，这是山阳公记的记载。是，注意哦，以上这些全都没有列入到《三国志》本文的记录当中。但因为你刚刚说吴书那个就是孙氏家族的观点嘛，这个无可厚非啊。那你刚刚说的这个山阳公又是什么东西呢？山阳公其实它是什么呢？汉献帝，汉朝最后一代皇帝，是他后来不是被曹魏逼着禅让嘛，就是交出皇帝宝座嘛。那他不是皇帝之后的获得封号就叫做山阳公。所以这山阳公记有点像在交代说汉朝最后的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叫山阳公记。那为什么陈寿不把它编进到《三国志》里面去呢？这个时候就要提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物，这个人叫做裴松之。裴松之他其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很多人都说《三国志》好归好啊，严谨归严谨啊，但就是太严谨了，里面很多内容都很短啊，让人看了觉得说知道是知道，但好像有些东西不太清楚，所以当时的皇帝就命令裴松之说，你可不可以继续考察《三国志》的内容，帮他补充，然后更完善。那裴松之他就是列举了超级多的史料来作为注释，所以有人说《三国志》它是经典的史书，但离不开裴松之的注释，因为裴松之他把各式各样的史料都加进到里面去之后，他还会告诉你说为什么史料有些可以信，有些不能信。他还会做解释。对 ，OK。裴松之的注他就有写说，陈松之以为孙坚于心意之中最有忠烈之称。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当年所有关东联军里面，孙坚对汉朝是最有忠义之心的。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因怀异志。什么意思？你如果对汉朝那么忠义，你怎么会拿到了传国玉玺之后，你却不跟别人讲？这跟孙坚一贯以汉朝忠臣自居符合吗？完全不符合啊！我拿到啦，我们应该还给皇帝啊，这才叫忠诚嘛，对不对？所以裴松之甚至感叹说，如果他真的拿到玉玺自己藏起来的话，岂所谓忠诚者乎？这还是忠诚吗？对不对？那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吴书却要讲说，孙坚有获得玉玺？吴使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什么意思？就是说吴国那边的史官，他为了给人家说，从孙坚那个时代，我们其实就拿到正统地位了，因为拿到玉玺就拿到正统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孙坚那个时代就拿到玉玺，我们吴国是有延续汉朝的正统地位的。裴松之就说，你吴国的大臣为了要强调你吴国的正当性，你反而把这个东西扣在孙坚身上，你就让孙坚从汉朝的忠臣突然变成一个平常说的忠义，但实际上心怀恶意的佞臣。你这个还真的是对你祖先有敬意吗？所以当时裴松之说话说得非常非常的重，大概也是裴松之非常非常佩服孙坚对汉朝的忠义。那这边就来解释一下，那为什么吴国的人就是宁愿孙坚本身的私德因此受损，都要强调说我们曾经获得过玉玺哦？因为大家看后来所谓的魏蜀吴三国嘛，曹魏地位从哪边获得的？献帝啊，对啊，献帝逼他禅让，就算是被逼的，人家也把仪式走完了嘛。是啊，是啊。顺带一提，当年禅让完之后，曹丕还得意洋洋说啊，我以前就听过禅让这个东西，我现在终于了解禅让是什么了耶！他亲身而为啊，对啊，以前大家都说禅让是大家自愿让的，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做自愿让的喽。曹丕这人其实有时候讲话有点。大家自己去意会啦。那曹魏其实是三国当中地位最正统的，因为你从汉朝那边继承的地位。是啊。那蜀汉呢，或是我们更准确来讲，应该是叫做季汉。蜀汉怎么样？他本身皇帝就姓刘啊。对啊，因为他就说他是皇室宗亲嘛，中山靖王之后嘛，所以曹魏那个是逼人家是假的，我这个刘家才是真的，对嘛？都是同姓一个刘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说刘备这边也有正统地位，也说得通。那你吴国到底算什么？你有让汉献帝承认过你吗？没有。你姓孙，你不姓刘。如果自立为帝，你就跟所谓的正义或是传承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在乱世当中找到机会自立为帝的
汉称这一支。这传出去多难听啊，对不对？所以就要来个传国玉玺嘛。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吴国的大臣宁愿让孙坚的私德因此受人质疑，都要说其实我们也是正统啊，虽然说是捡到的，毕竟我们孙坚是获得了玉玺。然后记得那句话，受命于天，上天都让孙坚掌握到了玉玺，难道不就代表着说我们吴国其实是上天才真正认可的正统者吗？不然那个玉玺为什么不是被其他人拿走，而就偏偏被我们捡到？所以我们吴国其实也是很正统的。这是算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传闻的整个脉络逻辑，也是为什么《三国志》他完全不做任何孙坚拥有玉玺的记录，因为在他看来就是这太荒谬了吧？你孙坚平常对汉朝非常非常的忠义，怎么会在关键时刻自己怀有私心呢？好了，我们讲那么多，那我还是很在意一个问题啦，就是传国玉玺真的跑到孙吴去了吗？其实在另外一个史料叫做《江表传》，他曾经有写过一句话，就是说太康之初，孙好送金玺6枚，无有玉，名其未也。这段话有什么意思？我们后来都知道嘛，三国最后是被西晋王朝给统一的嘛。是当时是西晋王朝的太康年间，所以才会叫做太康之初，就是太康一开始初期就打败了最后一个割据政权东吴。当时东吴的君主孙皓，为了表示说我完全的投降，就把很多东西都交给了西晋王朝，其中就有金玺6枚。注意，那个玺是用金刻成的，当然这个金有可能是铜啦，不一定是真正的黄金啊。但注意，它是金属，不是玉啊。对啊，传国玉玺它是玉啊，没人是传国金玺啊。给我翻译什么叫金玺，对不对？所以其实江表中告诉你说，都告诉你是金玺6枚了嘛，没有玉啊，够清楚吧？我们到底有没有拿？就没拿嘛。这是江表传本身的说法。所以史料本身之间是会互相打架的。一个优秀史家就要在不同有冲突的史料当中，你要去决断说到底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你现在也开始能够比较理解为什么陈寿完全不提这件事情，因为就是互相矛盾啊。对啊，那我干嘛要提？如果他不妨碍我的叙事节奏，我干嘛要把一个很有争议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到时候大家说你这样写的不对哦。陈寿就是做最谨慎的方式，而裴松之的方式则是把所有史料列出来之后，他告诉你说，其实我觉得他根本没拿。为什么？他就是从人格的长期的推断，然后觉得说这完全不符合习惯啊，怎么有一个人说变就变？是啊，对，所以我为什么非常非常欣赏裴松之，因为他的做法相对于陈寿显得更加的积极。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会讲说《三国志》不能缺裴松之的注释，因为就是在裴松之的注释之下，《三国志》的史料发挥了更大的价值。等一下，你讲到这边，我还是很好奇，那传国玉玺到底跑去哪？注意，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的，在唐朝时期都有人写一个东西叫《玉玺记》，描述说这个玉玺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它渊源怎么样。所以其实到唐朝时期，玉玺都一直存在着，而且就是在唐朝之后，这个玉玺就失踪了。那因为唐朝之后就是个战乱的年代嘛，我们历史课本现在还有在提到，就是五代十国。是。结果在那之后呢，大家都无法确定说，我拿到的玉玺是不是真的就是那颗传国玉玺。毕竟他也写的这么明显的嘛，就是款式啊、大小啊、上面的纹路啊，都给你写好啦。我自己再刻一刻不就好了，对不对？OK。所以到最后就是后世的人就问说，这玉玺去哪边了？有人就说不知道，或者说后来又有人说找到玉玺，那是不是玉玺又重新恢复了呢？那也会有人讲说，我甚至都不能确定这新出现的玉玺到底还是不是原本的那一颗。所以真的要讲这个传国玉玺，它最后的踪迹就是在唐朝，最后它就不知所踪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这颗玉玺了。对，没有。我们现在中华民国当然还是有那个总统的玺啦，对，但绝对不是当年从秦始皇接手的那一颗。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啦。好啦，以上呢这个就是有关于传国玉玺之谜的历史故事啦，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频道或是我们的节目内容的话，也欢迎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更新哦。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哦，大家拜拜，拜拜。